大家好啊，我是优步。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四无量心。说到四无量心就不得不提到大乘菩萨的行修方法，也就是行修菩萨必须要把握的法要。所谓修行菩萨法我们不能以在家或者出家来分别。菩萨这个名词梵文叫做菩提萨埵，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有情。这个词语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将它以白话的方式诠释为修行觉悟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所谓大乘菩萨必须要把握两个最重要的方法。我想大家应该有人能够知道，菩萨法是以四无量心以及六波罗蜜作为修行的指标，包括这其中的道理和方法。想要做到一个修行觉悟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依赖于某一些比较偏的知见或者方法来实践，以菩萨而言，那是远远不够的。菩萨要以觉悟为前提。通常我们谈觉悟就会立刻联想到佛陀这个词的本意。佛陀这个词一般只是定位在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这些已经成就的佛陀地位上，也就是说，从已经完成果位者的角度来界定佛陀这个名相。而事实上呢，在佛法的理念应该是以觉悟为内涵的这个定义去面对佛陀这两个字。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觉悟呢？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要面对人与事儿，而我们难免在面对人与事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在这其中少不了各种利害关系，这关系到每一个人，因为于人于己，我们都希望获得的是利益而非伤害。而在利益方面呢，想要使别人得到利益或者自己获得利益，这都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呢，要做到既不伤害别人，也要使自己不受到伤害的话，那就不太容易了。提到不伤害别人，还勉强可以做到。倘若想兼顾自己也不受到伤害，则确实很难。而学佛的人既然是以觉悟为前提，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学习如何才能既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如果想做到这样，必须要有道理和方法来帮助我们。至于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观念呢？我们该如何去培养并且表现它呢？其实这些问题在佛法中涉及到慈悲喜舍，他们四个被称为四无量心。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道理和方法。一般来说佛以慈悲为怀，菩萨也是以慈悲为怀。其实学佛的人都是以慈悲为怀的。慈悲的意思大家都理解，但是要详细的说出其中的含义，就必须要理解什么是拔苦与乐，也就是我们说要拔除别人的痛苦，给予别人快乐。可是这个拔苦与乐和佛法所说的慈悲是不是那么的贴切呢？尤其我们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是真能拔除别人的痛苦，并且给予别人快乐呢？这个点值得我们深思。刚才我说要不伤害别人，就必须要做到拔除别人的痛苦，给予别人快乐。同样，如果我们要不伤害自己，也必须要拔除自己的痛苦，给予自己快乐。可是大家会有疑惑，慈悲应该都是对别人的，这怎么还能反过来对自己了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位的问题。
看你本身处在什么立场，你所面对的是什么人，或者说你所面对的人，他的立场和你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定位啊，如果不能确立的话，就很难理解怎么还有对自己这一个层面。事实上，经典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菩萨法是要自利利他，也就是说，不单单要拔除别人的痛苦，也要拔除自己的痛苦。我们不仅仅是要给别人快乐，同样啊，也要给予自己快乐，这才是所谓的自利利他。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不伤害别人，也不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含义。以上啊，是对慈悲这两个字与概念上的认识。其次啊，我们要思考的是，究竟怎么样才是慈悲的内涵呢？我们谈到要拔除别人的痛苦，是不是说这个人所有的痛苦我们都能够拔除干净呢？我们说要给予别人快乐，是否别人所需要的快乐我们都能够给予呢？其实根据四无量心啊，这个无量是没有限制的意思。我们一个人的能力究竟能做到多少呢？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多少，我们的能量有限，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无量呢？又如何达到无限量、无限制的境地呢？所以啊，我们谈慈悲，如果只是看到拔苦与乐这样的诠释、这样的解释，这会导致让我们不容易把握这其中的力度以及尺寸。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慈是指仁慈，悲呢则是指悲悯，这是世间法里面已经有了的。佛法啊，是以世间法为基础，慢慢的去提升、增上，并且升华我们的思想境界，这样啊才能达到超越，或者说出离世间的境界。所以啊，综合前面所讲的，我们可以知道，慈悲是从仁慈、悲悯上去下手。如果我们以父母对待孩子、对待子女的方式来看，这里面啊肯定是有一份慈悲心的，并且啊是无条件的付出。而佛法所陈述的慈悲啊，也是以这一种基础为出发点，然后呢慢慢的将它扩大，从父母对待子女的心态、情感渐渐的提升，扩展到自己子女以外的其他人。这正是佛法中所谈的饶益众生。当然啊，这并不表示以父母一样的高姿态、高立场去面对众生，而是要像父母一样的情怀，对子女的那种感情、那份心境去付出。而这份付出啊，它是没有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完完整整的施舍叫精神。就像我们世人常说的那样，佛菩萨以慈悲为怀，佛菩萨讲究的是众生平等。譬如六波罗蜜法中的布施波罗蜜即提出了要求，他的要求就是平等普施，这是一种增上提升的一种修养。世间法中啊，父母对子女还是有限的，不管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所发挥的力量都不够广大。所以啊，菩萨佛肯定的说是像父母一样对待众生，但这并不是指以父母般的长辈姿态把众生当成子女那样的晚辈姿态，而是指在心量上的包容性。于此啊，我们不妨从慈悲的本意来探讨有关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一些可能发生的现象。我们处在这个乱象的时代中，除了感觉恐惧、害怕、心生烦恼、不安之外，我们只要稍微去思考、去面对，就会联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佛法呀，
是探讨一连串的为什么，并且佛法是可以化解这些一连串的为什么。当我们去面对人与事儿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探讨为什么，而只是让直觉依据自我意识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接触这些有关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一些可能发生的现象，从而做出判断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永远落在一个自我意识里面而已。事实上不管是国际间或者是国家区域的问题，如果先是从一个家庭去着手，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能有慈悲之心，再去慢慢影响到所有的家庭，甚至到所有的国家，最后到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你就会发现所谓多数跟少数它不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因为少数是包含在多数之内，这些少数能做好的话，它的影响所及，剩下的多数也就好了。目前咱们中国已经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说经济条件非常的优越，人们的生活也十分富裕，几乎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可是这里有一个疑问，不晓得大家是否曾经思考过，我们究竟缺少了些什么呢？好像大家都过得很好，但事实上大家真的过得那么自在那么快乐吗？当你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我真的过得那么好吗？似乎缺少了一些什么，可究竟我们缺少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还真的很难以研究和把握，因为我们不在于对我们衣食住行这些物质上的需求有何欠缺，而是我们在精神上究竟能够拥有多少呢？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甚至全世界普遍都是这个样子，不只是我们感觉精神上贫乏，全世界都一样。这不是出版一些书或者杂志，有媒体、电视、广播就表示人有了精神食粮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官方媒体，包括我们的自媒体里面所说了些什么内容呢？这些媒体表现的内容对人的影响又是一些什么呢？现在的电影有分限制级、辅导级和普遍级等等，那么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级呢？问题发生在哪里呢？一个国家立下了那么多的法令和规章，为什么还是有许许多多问题的存在呢？我们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环境街道非常的整洁，人们也很守规矩。可是如果把新加坡的模式搬到其他国家去实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体制呢？举个例子，新加坡以重罚而闻名，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当地如果有人随便扔张纸屑，或者随意丢个烟头在地上，甚至你随地吐口痰，政府会施以重罚。在这种行政效率下民众自然养成了守法的习惯。过去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说是有一个美国人他在新加坡犯了法，他应该接受的处罚中有一项是以皮鞭抽打身体的刑罚，也就是新加坡的鞭刑。但是美国人认为这个鞭刑是不人道的，于是呢他找到了大使馆，甚至发动了许多人想予以免除处罚。而新加坡人则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法，不管你是什么人哪国人，只要你在这个地方违反了法令，你就要遵从法律的制裁，你就要接受责罚。如果以新加坡的这种做法来看，大家认为它是慈悲的、
还是不慈悲的呢？在此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人往往希望别人对自己慈悲，因此有人不断的为自己制造痛苦，希望别人来帮他拔除痛苦。就像佛教界所流行的想法那样，众生都有烦恼，希望佛菩萨帮助我们解除烦恼，希望佛菩萨帮助我们消业，希望佛菩萨不但把今生的业帮助我们消掉，最好把前世甚至无始劫以来的业都消掉。希望佛菩萨派个护法神给我，不要让冤亲债主总是缠着我。但是这里面有个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些个烦恼是谁造成的呢？这些个业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如同新加坡那个违反了法律的美国人一样，你之所以要接受鞭刑，是因为你犯法了，这些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不能因为你是美国人，你就可以逃避责罚。佛法所谈的慈悲绝对不是妇人之仁，绝不是觉得不忍心，或者是过意不去。真正的佛教徒绝不是用这种心态去看待问题的。这个关键点在于这个做错了事情的人，如果你当初不去做错误的事情，你就不会受到责罚，也就不需要事后再去讲什么忍或者不忍心了。只要我们自己事先能在意，不去犯错误，也就无所谓事后了。不过人经常都是只照着自己的看法以及思想去表现各自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处理人与事的时候很可能造成不是伤害了别人，就是伤害了自己。所以我们谈慈悲说拔苦与乐，实际上应该探讨的是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为什么只期盼别人拔除自己的痛苦，别人给予自己快乐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制造痛苦，还需要别人为你拔除痛苦吗？假如你已经把一切本分做得很好了，你本来就很快乐，你还需要别人给予你自己快乐吗？可是我们人往往不这么想。比如当我们做错了事情，或者是引起别人烦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本来这两句话不需要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只要当初谨慎一点，也就没有必要向别人道歉而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了。但是通常我们的人都是以一种依赖的天性来面对人与事，因此我们不免怀有一些对他人的寄望与期盼。我们试看小孩子的成长经历，从小小孩子就依附在母亲的怀里，肚子饿了呢，以哭来表示，依赖母亲来喂食，尿片湿了呢，也是借着哭声希望母亲能帮助他换片干爽的。等到慢慢长大了，开头是妈妈喂着吃饭，喂饭时还要跟在屁股后面追上去，一口一口的喂，直到饱了为止，好像吃饭都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平常我们会说小孩子嘛不懂事情，本来这样子没有错，可是这正是养成依赖的一些个过程和习惯。以后自己会吃了呢，就开始挑食了，选择哪些是爱吃的，哪些是不爱吃的食物，而父母就顺着他的喜好而满足他。即使成年了，无论是在念书或者是工作，我们哪一个时刻没有依赖呢？人总是离不开依赖，就像老话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种依赖其实本身并没有对与错，
而是其中有些问题存在。当我们从小已经在依赖的惯性中熏陶并且习惯，成长之后呢，反过来别人可能会来依赖我们彼此不断的在这种依赖中发展，即使此种互相依赖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仍需要借由佛法的理念去认清它，主要是在于如何去做一些调整。人在不欢喜的时候会忧伤，会哀愁。当我们摔倒碰疼了呢，就会痛哭。假如受到了什么刺激伤害，所有的烦恼忧愁就都会爆发出来，这都是人性的必然反应。当我们处在这些不顺心以及超过了个人能力负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期盼别人的安抚以及同情，甚至能够站在自己这边来帮助自己。我们暂时不管它对或者不对，这其中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还是依存于一份依赖之心。反之呢，在人顺境的时候，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而自居呢？欢喜还是得意的与人分享呢？或者炫耀傲视于人？所以总结起来不好和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认为好的是你所需要的，自然是愿意接受的；反之，不好的呢，则排斥拒绝。这本来是人很容易显现的共同现象。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好的人们都期望，而不好的呢，通通都不要。那么究竟有多少是好的，有多少是不好的呢？这里所谓的好与不好，又是怎么样子去定位的呢？比如说，父母对子女如果管教严格，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是疼爱多一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实际上也是人活着时避免不了的一些个过程。以世间法来看人处在这个世界，往往有太多的迷惑、无明，甚至太多的无奈。在这些前提之下久而久之，我们就把它归咎于命运，以为人的命就是如此。当然，能够认命的人他如果不去伤害别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人呢，虽然认命了，而不去伤害别人，可是呢，却会伤害自己。同时那些不愿意认命的人，伤害别人的几率就更多了。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谈慈悲的缘由。那么究竟该怎么样去表现慈悲呢？是不是希望他人拔除我们的痛苦，给予我们快乐，就是所谓的慈悲呢？这难道就是佛法吗？如果别人不能拔除我们的痛苦，别人不能给予我们快乐，是不是对方就是不慈悲呢？从前面已经说过的互为因果关系，我们探讨究竟怎么样才是慈悲。佛法中谈任何问题不在乎言语行为上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意这种言语行为完成之后所得到的结果。比如父母对子女的溺爱行为可能使他们变坏，同样也不一定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这个孩子就一定会听话会乖。严格只是一种手段，如果结果是好的，不管怎么做都没有错，都是一份慈悲。因为慈悲的本意是拔苦与乐。问题在于拔除痛苦后所得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比医生为病人治病开药方，他把病人治好了，他的结果就是快乐。而假如对方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而你看他毒瘾发作的时候很可怜，那个样子很值得去同情，于是呢，你给他钱买来毒品吸食，最后后果如何
可想而知。你不能因此而辩解的说，我是因为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不忍心，所以帮助他。你认为这就是慈悲吗？所以慈悲的本身啊，不是在于它的过程，而是在于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佛法讲啊，饶益功德是肯定于饶益之上确实有价值的表现。谈慈悲呢，必须以这种心态去面对，去正视其中的含义。接着我们介绍有关喜舍的含义。喜呀，是欢喜的喜，舍是舍弃的舍。佛法中称慈悲喜舍为四无量心。其实说起来啊，慈悲是指行为上的实际表现，而喜舍呢，则是行为表现的一种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你的表现是依赖于一些道理方法去行为你的慈悲，当然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维护。这个欢喜的喜字啊，就是说明你在要行慈悲、表现慈悲的时候啊，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感情去表现的呢？如果你在行慈悲的时候，你却表现得很痛苦，毫不欢喜的话，那么这个慈悲就被打了折扣了。我们既然要拔除别人的痛苦，给予别人快乐，那么在这个出发点下，我们必须要有所付出。而在付出的这个时刻啊，你究竟是基于什么情怀呢？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付出的，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比如说，社会上有所谓的爱心团体，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镜头：一个清贫孤寡的老年人生病了，他躺在病床上有爱心团体前往探望，还有新闻记者随行。爱心团体的代表人物就站在老年人的床边，让老人家拿着钱，向老人家说这是某个爱心单位，知道他很可怜，需要帮助，特地前来看他的。此时有电视台的摄影记者立马拍照取景，并记录全部过程。明天的报纸随即登出，有企业爱心普及人间，人间处处有温暖等这样的新闻。可是这里面是否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在表现一份慈悲，他也好像很欢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躺在那儿的老年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如果我是他呀，很可能我会说这么一句话：你们今天来看我，我很高兴，可是你如果是可怜我，我实在是不欢喜。试问在这个世间有谁需要其他人的可怜呢？爱心不是可怜人家。所以通常我们做一些事情本来是一件好事，自己似乎呢也做得很欢喜，可结果可能只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看起来好像是自己帮助人了，可实际上已经伤害别人了。欢喜是，如果你从事慈悲的行为，也用一份欢喜心去做的话，说起来倒不如那些志愿者、义工帮助孤寡老人清洗衣物，帮助孤寡老人洗澡，弄些吃的，并且轮流照顾他们来得好。你拿着红包，又是照相，又是让他上报纸、上电视，还要为你的公司做宣传，这和前面所讲的义工、志愿者两者间所谓的欢喜的差距就太大。前面我提过，不伤害别人，也不要伤害自己。有时行使慈悲，如果不是真正欢喜的去做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伤害。不是伤害别人就会伤害自己。那么究竟拔除了别人的痛苦没有呢？给予别人快乐了吗？这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前面说的慈悲
不只是对别人，也要对自己。以欢喜而言啊，当业报显现的时刻，又或者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痛苦、烦恼的时候，怎么以慈悲之心、欢喜的情识去面对业报呢？当我们面对痛苦、烦恼，又如何去拔除它，并且化解它呢？所以，拔苦与乐不只是一句话而已，也不仅仅是对别人而已。当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该知道应该怎么去办。因此要慈悲喜舍的话，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里是一个最大的课题，因为这中间没有自私自利，由于涉及自私自利就会伤害别人。一旦面对自己的业报显现时似乎慈悲也派不上用场了，因为业报显现时就是无明烦恼时，如何跟慈悲扯得上关系呢？于此我们必须要了解，无明烦恼是痛苦的，那么怎么拔除痛苦呢？是当务之急。所以说，学佛的人面对业报时不只是承受，而是要在欢喜的前提之下怎么去求得解脱。以更浅显的方式看无明烦恼以及痛苦的发生是我在承受。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痛苦拔除掉，可是怎么样能给予快乐呢？如果面对无明烦恼以及痛苦，要怎么欢欢喜喜呢？佛法讲解脱，很多人误把这两个字当成是死，以为死的时候才能解脱。其实解脱并不是死，生命过程中所承受的业报其内容就是一些因果果。如果以一个因得到一个果来说，就好像一条绳子绑着你一样，这许许多多的因果果就类似于许许多多捆着你的绳子。而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学习如何把捆着你的这些个绳子一条条的解开，从而得到解脱。所以说，解脱就是解脱掉这些捆着你的绳子，解脱掉这些个因果果，绝不是说求解脱就是求死。要是求死的话，你何必学佛呢？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不要冒傻气，要明白真正的解脱是在活着的时候解脱。求解脱是清净我们的业，承受业的时候总是痛苦的多，欢乐的少，因为业里面除了恶业之外，还有善业和无记业等。恶业是受苦报，善业就是受乐报，所以还是有欢乐的成分。由此可知所谓拔除痛苦是指恶业而言的，给予欢乐就在于善的行为造作有多少。不过这些都不是究竟的，真正能给予的快乐是什么呢？其实是求得解脱，求得自在，那才是快乐的。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在求解脱得自在。如果能把握这个要法而不去把解脱当成是死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学佛的重心了。学佛的重心就是关系到业的问题。我们人的一生如果能把业清净的话，就是你的佛性显现的时刻。佛性能显现了，你就成佛成菩萨。因此当业报显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拔除这些痛苦，怎么样能升起快乐？最要紧的还是得先欢欢喜喜的去面对它，承受它，迎接它。怎么说呢？人如果要讲到因果报应的问题也就是业报显现之时，以一个普通人跟一个学佛的人面对业报的状态这个反应差别还是很巨大的。我们从世俗人的方面来看，
人与人之间啊，一旦发生了若干纠纷、矛盾或者问题时啊，很可能起初只是争辩，而后呢，则可能发展到争吵。当我们吵到某个程度时啊，很有可能就打起来了，最后啊造成伤害。而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学佛的人去面对，其结果啊往往是不一样的。因为学佛的人啊是针对迷惑，针对这个相，针对无明烦恼，从中去悟出一点什么来，从而啊能够把问题化解掉，于中啊求得解脱。就好像我们被绳子绑住，我们要把它解开一样。学佛的人啊，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当我们与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啊，在刚开始争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么争下去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如果我们能够沉得住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定力，其实啊，定的本身就是不乱。假如我们在争辩开始能够做到不乱，我们就能先沉得住气，而不与人争论下去，当然就吵不起来了。倘若我们因为修养不够，定力不够，我们还是会与人争辩。但是争辩到后来，双方吵起来了，在此刻，我们如果还能知道这样吵下去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还是会有化解的机会。所以啊，我们常常看到，当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当双方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旁观者总是会说一句话：哎呀，你们哪一个人少说一句不就没有事了吗？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这个气氛烘托之下，要能做到少讲一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我们常说这句话叫做人争一口气，甚至后面还要附加一句佛争一炷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佛会去争那一炷香，不过人呢，的确是在争一口气。可是这一口气你争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老家呀有一句话叫做明知打不过你，死也要吐你一脸血沫子。有些地方叫做输人不输阵，可是最后要付出多少代价呢？而且结果自己又会得到了什么利益呢？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己受到了伤害。用警察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打架，打输住院，打赢坐牢。可是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的结果呢？因为当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当人们在面对争辩、争吵的时候人们不是用一份欢喜心去面对的，而是纯粹的以一种自我意识去面对别人的自我意识。而当这两个自我意识相对的时刻，各自都在坚持自己的自我意识，所以就会争、辩、吵，甚至打起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要欢喜承受的原因。前面已经讲了慈悲喜，接着再看第4个字舍。一般常以舍弃来解释舍，但是这样解释往往容易造成误会，以为谈舍就是不要了，弃就是去掉、丢弃。这样子解释就好比古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你都不要了，为什么还要去给别人呢？即使是在世俗的人，都是遵照这样的道理去修养，更何况是佛法呢？其实佛法的舍是依据于前面的慈悲喜来说的。当你有了慈悲的心念，而且以欢喜的心态去表现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有它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饶益功德。而这一份饶益功德你要舍，
舍什么呢？即是舍你执着于功德的那一颗心，因为你原来的目的是期望别人得到利益，绝不是去执着所布施的功德。舍就是舍掉对功德的计较和执着，因为学佛的人不知不觉中常常会犯这些个错误，会贪着功德。功德的内涵就是一种有饶益价值的行为。分开来讲，功是一种力量，而德呢，则是一种修养。当你的修养发挥为一种力量的时候这就是功德。人有的时候在做了一些功德之余会感到很得意，执意不舍，甚至在某一个时刻再次面对那个得到利益的人的时候假如他对你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他表现出来的不如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就会马上把这份功德搬出来，并且告诫他，我当初是怎么对你的，现在你居然这样对我，甚至还会加上一句，你还有没有良心？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要行舍呢？其实是因为饶益功德是以无相为基础的，帮助别人是希望他能得到利益。如果你心里执着着这份功德不去舍的话，必然会生计较之心，也就是说，我当初施舍给你了，你以后就要回报给我，或者说我做了好事了，将来你就欠我一份人情。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念之中也就不会再清净了。其实舍真正说来不只是对别人的饶益功德方面要舍，还要舍自己的我。因为我们会计较执着，是因为有我。如果能够把这个我放下，舍掉计较执着也就不会发生了。那么究竟如何舍我呢？比如我们谈慈悲，当你拔除别人的痛苦，给予别人快乐的时候，究竟是谁在那里拔除痛苦呢？又是谁在那里给予快乐呢？如果你有这种行为而升起欢喜心的时刻，又是谁在那里欢喜呢？而谈到舍我，人们常常会难以把握这个我，总认为我只是一个自我。人们对于我的认识仅仅停止于如此简单的认识和认知而已。然而真正的我其实表现最明显的是3种行为上。一是身体的行为，就是你的动作；其次是你语言的行为；另一个是意念的行为。这3者组合起来，在任何时空表现出来，就会显现一个我。比如说我要揍你，你嘴里在讲，一个拳头举了起来，身与口同时就表现出来了。而我要揍你的那个意念的升起，就是思想的行为。如此，身、口、意就已经全部显现出我来了。又比如说我很喜欢，这是面对人和事物后所表达的情感反应，经由口的述说显现的。而于内心之中呢，就有了意念的分别，表示出其实我也有不喜欢的，而这是我所感受喜欢的。那我们所说的舍，是否是将此身口意都舍掉呢？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所说的舍并不是要将身口意都舍掉，而是要舍掉我这个行为造作中不好的因素。比如讲佛教提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并且很容易了解的话语。这句话教诫我们，恶的不要去做，好的善的我们力求去做。这里面就包括了身体以及言语的行为。而这句话所讲的自净其意，其实就是意念上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意念清净的话，当然我们表现的言语以及身体的行为自然就是好的。如果我们意念本身的出发点就是不好的，那么我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以及造作自然也就是不好的了。所以我们要舍，其实就是要舍去身口意造作行为中不好的，并不是说所有身口意都舍掉。我们刚刚说明了慈悲喜舍是拔除别人的痛苦，给予别人快乐，并且还要欢欢喜喜的去做，做完了也就算了，而且还不能执着功德和名声，而这才仅仅是完成了一个舍字。由此我们才可以发现这个我究竟是什么。因此不只是业力是因为我的造作行为才产生的，于道不也是自我的一种造作行为吗？只是我们把它分开来说了，造作成业，修养成道。其实造作是行为，修养还是行为。那么是谁在那里造作呢？又是谁在那里修养呢？答案当然是自己的那个我。也就是说，你对别人表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其实对自己的那个我能从慈悲到喜，而后再到舍的话，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能把这4个字与道理方法上建立融会贯通的知见，就会联想到我先前所讲的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要怎么去做。这2句话我经常向学佛的师兄们介绍，可是很多人都给我一个回应，就是不伤害别人我倒可以做到，可是还要兼顾不伤害自己，这实在是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把自己当作是我的行为而已，他忘了这个我是和自己以外的他我，或者是人与事发生关系才会表现出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容易发现了。比如自己有时候不小心事情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呢又关系到别人，而我们常常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反而我们会去责怪别人，都是你，又不是你，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是谁真正的在那里行为表现呢？这个我只是因为这个我关系到别人，好比说你手上捧着一碗汤或者一盆水，你不小心撞到了身边的人，而我们往往所起的反应是，假如别人不站在那里，我们就不会碰到他了。我们往往以这种方式这种思维去看待问题，可是我们很少会想到旁边明明站着一个人，我为什么不能小心一点闪过这个人呢？而非要一头撞过去呢？这就是一个我的问题，只有自己的我，而忘了别人的我。其实自己的我真正要舍，必须关系到别人的我，也就是舍弃自己的我，而显现出对他人的饶益功德。这其中不在意过程的好与坏，
而是在乎它的结果。慈悲喜舍这4个字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啊，以菩萨的行修，不仅仅需要依靠6波罗蜜法和4无量心，无论慈也好，悲喜舍也好，凡夫众生做不到，是因为迷惑，而能做得到的呢，必然是有所觉悟了。那么谁迷惑，谁觉悟呢？是自己的我。这个我如果不能突破或者舍弃，想要行慈、行悲、行喜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会赞叹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伟大愿力，因为地藏王菩萨把自己的这个我放在了一边，他那个我照道理是早应该成佛了，可是他情愿不成佛，也要在地狱里面去度众生。如果他不能舍弃我，能够在地狱中行慈悲喜吗？可见前面的慈悲是以一种行为表现，而喜呢，则是心态的呈现。这个舍呀，肯定于不管是行为或心态可能造成的结果，即使是好的，我们也要舍掉这份执着，而坏的呢，则根本就不叫慈悲，也不叫喜，就无所谓舍了。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啊，不妨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刚刚说不能做到慈悲喜舍，是因为迷惑，而能做到慈悲喜舍呢，是由于觉悟。既然说菩萨是一位修行觉悟的人，是不是要说他要具备这4无量心才能称得上是菩萨呢？这就是所谓的修菩萨行。其实啊，必须先要具备心性上的调理。我们常说要明心见性，要明什么心呢？要见什么性呢？也说到明心见性前啊，必须先修心养性。关于心性的修养啊，到底是修谁的心，养谁的性呢？各位不妨思考一下，是业心业性呢，还是道心道性呢？业呀，能使我们成为这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啊，就是带着业来承受业报的。关于道，佛法告诉我们如何从业里面去认识并且了解，能够清净我们的业。我们谈心性，究竟这个心性是摆在哪一边呢？我们谈修行，也绝不是只是摆在诵经、礼忏、参加法会、行布施等这些教的行为上，而修行啊，是针对我们的心性来说的。而心性所表现的时刻，也就是业所显现的时刻。业的显现啊，其实就是一个人因果的现象。人的一生中啊，有无法计数的因果果，所以啊，经典上说及一大阿僧祇劫，提到成就菩萨要经历3大阿僧祇劫。那么究竟说的是什么呢？阿僧祇劫又是多少呢？因为这个名相本身啊，就是意指一个没有办法计算的数字。劫啊，是劫波，简单的说啊，就是一个因与果的关系。人来到这个世界啊，要经历多少没有办法计算的因果，甚至小到连打一个喷嚏都有其因果在。怎么说呢？打喷嚏啊，是感冒了呢，还是外面有什么脏的东西进入到你的呼吸系统了呢？这一定啊有它的因，才会有这个打喷嚏的果。要往大了说呢，可以大到所谓的生死问题上。即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啊，是来承受业报。
生老病死，以至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无非是在这些个苦里面过日子。所以说娑婆世界就是一个苦的世界。人活在世间就是要承受苦。问题是我们现在承受的这些，是我们在过去是什么时候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如果这一生我实在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也那么的痛苦呢？不过这一生的行为也许你可以知道，但是这一生以前，也就是你的前世以及过去世的行为，你又能知道多少呢？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所以佛法中提到无明，无明指的是不知道过去，而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一生。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前社会上有很多附体、通灵，还有很多所谓的阴阳眼，说他能通晓三世因果的。这些人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而且这些人的生意非常的好，收入很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无明，而这些个人他说他明了，事实上他明了没有呢？因为他们这些个人知道人人都有无明，如果他也跟着一起无明的话，你就不会对他有所求了。所以呢，他表现的是他能够明了，而你是无明，你既然不知道，就只有求助于他了，这就叫做迷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真的明了，他真的能知道所谓三世因果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人早就该死了。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佛教里修行者的常性来看当他能够表现出三世的一切，如果他真要表现的话，那他只有一次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表现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一种神通。真正像罗汉或者菩萨，一旦表现了神通，那么他一定会就此消失，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些高僧大德曾经留下的资料里面记载的。其次依据佛陀的思想理念，刻意表现神通的就是迷惑众生。所以说他若用一种所谓神通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明了，是不是他早就该死了呢？如果他真正能够明了，那么他对自己为什么又不明了呢？因为他如果能对自己明了的话，那他早就成佛，早就成菩萨了。如果他早就成佛，早就成菩萨了，那他还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钱财吗？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哄骗更多的人吗？我们都知道佛菩萨以慈悲为怀，这些人的行为并不叫慈悲。所以谈慈悲喜舍所涉及的问题，不只是在个人的心性上，还关系到别人的心性，甚至于不只是人与人，还关系到人与事儿。人活在这个世间这些互动的关系都是少不了的。从无明即所谓的迷惑中，我们都希望能够明了而觉悟。因此在慈悲喜舍上面，能够先建立起来正确的知见，还能实践于实际生活之中，而且所得到的是一份饶益功德的话，当然他就具备菩萨心，也就是所谓菩萨的胸怀。道理上看起来似乎很简单，谁都会说，但是呢，要照着去做，的确不容易。现在我们于知见方面已经知道很多，但是真正想要把慈悲喜舍表现得淋漓尽致，实实在在的使别人获得饶益的话，除了刚刚说的我要舍之外
我们再用简单的方式谈谈如何去做。前面已经提到了，以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和心态去着手，那是一种基础，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提升扩大，这是一个方法。可是以佛菩萨的修养，如果我们要讲大乘菩萨的行修，谈修养，看起来只能作为基础，它绝不是道的显现。那么道又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烦恼与菩提，也耳熟能详，转烦恼成菩提，烦恼中有菩提。假设烦恼是业，那么菩提是什么呢？其实菩提就是道。我们依照烦恼与菩提的关系去看业与道，我们能不能从中发现它的方法呢？其实转烦恼成菩提，绝不是说菩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而烦恼呢，是像一个罪恶的东西，我们需要借着菩提这股神奇的力量去打击烦恼。事实上不是如此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常说佛法不是武器，现实生活呢也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把佛法当武器去消灭现实这个敌人。佛法不是这种现象，烦恼与菩提也不是这种关系。修行的下手处不外乎就是从烦恼中去显现菩提，或者说是从业里面去显现道。它们是相同的理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不去造成烦恼，不要造作成业，那才是真正的功夫。想要做到不造业，不生起烦恼，这中间你所有行为的内涵是什么呢？这个内涵其实就是慈悲喜舍。你能把握这一点你就知道怎样去行慈悲喜舍了，你就知道如何建立起四无量心了。烦恼是因无明而起，我们搞清楚了这个，就能显现菩提，那不就是觉悟吗？业的形成是因为处在无明的状况里，道就是从无明中去突破，所以我们称菩提是道，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发菩提心，行菩提道。一般都是把发菩提心当成是觉悟心，其实不是如此。菩提是一种道，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方法。我们循着这一条道路，仰仗着这些方法，你可以达到觉悟的目的，这才叫做菩提道。而发菩提心呢，就是告诉你身口意的行为要行于菩提之道，不要因造作而形成烦恼，或者形成为业。如果你因造作而形成烦恼，或者因为造作而形成业力，这就是说明因为你没有行于菩提道，你只是随着色尘缘境打转。从以上所讲述慈悲喜舍的知见以及怎么样去下手，包括它的关键性，大家就应该知道所谓菩萨的发心了。其实菩萨的发心不只是发起慈悲喜舍之心，而是要先了解此四无量心的法义，知道它的方法后照着这样子去做，那才是菩萨行修之道。它的重点是照着这个样子去做。慈悲喜舍是行菩萨道的方法，就像世间任何的方法一样，它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利益，而且得到了必须完全的奉献出来，在佛法中就叫做菩萨心饶益功德。好的，谢谢大家，我是优步。